欢迎观看老爸的时光，每周分享家庭美食。今天老爸分享一个葡萄鲜豆包的做法。这款美食的样子很平常，但是味道出奇的好。首先来看一下这款鲜豆包需要什么材料。首先准备3个新鲜的鸡蛋，打入到盆中，搅拌成鸡蛋液。鸡蛋液中加入40克的白砂糖，搅拌到白砂糖基本融化，再加入30克的油，玉米油、色拉油都可以。紧接着再加入30克的液态酥油，这种油是专业做烘焙才会用得到，如果家里没有，可以再加入30克的食用油。这样的话，一共就是加入了60克的油，然后一直搅拌，搅拌到鸡蛋液和油混合。搅拌好之后，加入100克的淀粉和200克的低筋粉。这样就把所有的材料搅拌均匀，和成一个柔软光滑的面团。和好这个面团之后，盖上一张笼布，待这个面团自然松弛20分钟。接下来的下一步，我们就制作馅料，但是建议这个馅料是提前制作。首先准备2种材料，1斤无籽的葡萄和1斤去了皮的土豆。我们就先把土豆切片，切好片的土豆放入到一个盘中，直接放入到蒸锅当中，热水起锅，蒸15分钟左右，这一盘土豆片就已经蒸熟。趁着蒸土豆的时间，我们取来搅拌棒，把这500克的葡萄打成葡萄汁，那种压榨的榨汁机不可以。果汁打好以后，我们的土豆也蒸好了，用一个圆底的勺子，或者是想办法压成土豆泥儿。压成特别粘稠、特别均匀之后，这个时候起锅。起锅之后，用最小的火热锅，倒入刚才准备好的葡萄汁，然后把所有的土豆泥儿放入到葡萄汁当中，搅拌至土豆泥和葡萄汁完全的融合，加入30克的食用油。这个时候锅中已经冒起了小气泡，证明这个时候我们的温度已经比较高了。把油搅拌均匀之后，根据自己的口味加入适量的白砂糖。视频中老爸加入了60克的白砂糖，感觉这个甜度还可以，靠的就像芝麻糊的这种粘头状态之后，加入100克的葡萄干，把这个食材炒至就像面团一样很柔软，已经有了形态。这个时候就开始关火，趁着这个时候食材还是热的，加入50克的熟核桃仁儿，搅拌均匀之后盛在碗中，这样我们的馅料就做好了。盛出来，我们的馅料放在一旁，让它自然冷却，凉了之后就可以制作我们的鲜豆包了。拿过刚才已经松弛好的面团，面团松弛20分钟就可以。所以说这里我们可以先制作馅料，再去和面。案板上撒上少许干面粉，把面团取出来，就像做饺子一样，把面团切成一个个的小剂子，擀成饺子皮的形状。会包饺子的，后面的步骤都不用讲解，就像包饺子一样，把馅料包进去。今天老爸分享的这款鲜豆包，它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小特点呢？因为这款馅料已经被注册为非物质文化遗产，但是老爸通过自己的经验进行了调整，出来的馅料口感和味道几乎一样。这种葡萄和土豆在一块炒，是不是感觉很难接受？这2种食材加入少许的材料炒出来的馅料真的是特别好吃。包好馅料的鲜豆包，我们用手给它弄成正方形，放在一个烤盘当中。这样我们所有的鲜豆包包好之后，就开始起锅。这款鲜豆包制作的时候不用烤，用一个平底锅就可以制作。所以刚开始说它的制作是很简单的，但是它的味道是非常的好。起锅之后，用小火去预热锅，锅中撒入一点点的油，这样把做好的鲜豆包放在锅中，慢慢的去煎制。这是一个细致的活，煎完这面煎那面，这个地方就可以出一道数学题嘛。老爸制作鲜豆包，鲜豆包是正方形，在油锅里煎制的时候，每面都要煎制，这样我们需要煎制几面？如果懂这个问题的小伙伴，也可以留言给大家科普一下。把所有的面煎至微微发黄，这样我们的鲜豆包就做好了，放在盘子当中，放凉之后给大家展示一下。喜欢的小伙伴可以自己在家里制作一下，制作简单，不需要特殊材料，而且有历史有文化的鲜豆包就分享到这里。大家如果喜欢老爸做的美食，请帮忙关注点个赞，谢谢大家。为了方便大家去记去看视频中所需要的材料，材料已经备注在视频下方的备注栏。